拖出去，砍了！穿越到三国就算了，穿成曹营底层小兵也认了，偏偏赶上曹操家顶最薄、脑子最热、最爱拿命换名声的阶段，就这配置，曹操还要硬刚董卓的西凉共驾，这哪是讨贼，这是集体赶着投胎。砍我之前，主公不妨先听一句。放肆！你一介小卒，也配让主公听你说话？那你配？曹洪将军散尽家财募兵，忠心没得说。可眼下粮仓里还剩几日粮饷，你算过没有？小子，军中不是你耍嘴皮子的地方。耍嘴皮子总比拿脑袋撞铁器强。诸位现在热血沸腾，觉得党卓残暴，天下共讨，谁先打谁就占大义，听着是挺痛快。可主公，你不是去讨贼，你是赶着去送死。你再说一遍。再说10遍也一样。你一无正统名分，二无精兵强将，三无粮草辎重。董卓手里是身经百战的西凉铁骑，而你手里是拿不稳刀的新兵。今晚多煮2锅稀粥，明至军需官就得抱着账本哭。主公，你想扬名我理解，你想讨董也没错，可没本钱的时候谈英雄气，那叫装。你说我装，还挺像，而且装得挺投入。哼哼，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卒，你叫什么？李远。哪里人？陈留附近。入军多久？3日。3日？主公，一个入军3日的小卒，竟敢在中军大旁指点天下，依我看，砍了不冤。砍了也行，不过砍完以后，曹公照旧带兵去前线，运气好，战败逃回来；运气不好，曹家今日刚起兵，明日就能办丧事。我最恨别人看轻我，更恨别人把我的心思扒得干干净净。可偏偏这个小兵每一句都戳在我的死穴上，他说的还全是事实。照你这么说，天下人都去讨董，唯独我曹孟德缩在陈留做缩头乌龟。不是缩头乌龟，是先别当冤大头。有区别？区别大了。诸侯会盟听着声势浩大，可袁绍想要名，袁术想要利，韩馥怕丢地盘，张掖只想保郡。各家带兵过去，嘴上喊讨点，心里都在算自己家锅里还有几粒米。主公若现在冲上去，便是最好的枪，谁都夸你忠义，谁都敬你勇烈。等你被董卓打残，他们再站出来分名声。那你说我该如何？主公，此人来历不明，话不可尽信。你既敢踹我的账，敢骂我送死，想必有破局之放。说不出来，今日仍旧砍你祭旗。这曹老板真不是东西，说了砍，不说也砍，合着刀架脖子上搞面试。办法很简单。简单？对，不打仗。荒唐！不打仗还起什么兵？回家种地算了。恭喜你，答对一半。第一，暂缓出兵，不去前线凑热闹；第二，屯粮；第三，收流民；第四，占一块不起眼的地盘，远离战火，慢慢练兵。若按此法，短期无名，却可保根基。只是诸侯会盟，主公不到，恐遭人非议。非议能当饭吃？若收流民屯田，却可解兵源粮草之困。果然，这位曹老板不是听不懂，只是面子挂不住。一派胡言！胆大包天，目无尊卑，军中大事岂容你一介小卒胡言乱语？来人！不是吧？说急眼了真砍？把李远拖下去，洗干净，换身衣裳。明日起调到我帐下做主簿。主公，主簿怎么你来当？主簿听着像升官，其实就是被曹操拴在身边，随时炸脑子，随时背锅，随时挨骂。这还不如当小兵摸鱼。曹公，其实我此人粗鄙懒散，不通文书，军纪也差，偶尔还顶撞上官。主簿这种要职，不如另请贤能。无妨，我就喜欢你这种贤能。方才那些话，我一句不信。明白。调你在身边也不是重用，理解，只是怕你出去妖言惑众，乱我军心。主公明明，这小子嘴上恭敬，脸上明摆着写着你就装吧，真是气人。你们都下去吧。李远，你为何冒死进帐？不想死。主公若败，我这种小兵跑都跑不掉，被西凉骑兵追上，一刀就没了。与其莫名其妙死在路上，不如进来骂醒你。骂醒了有饭吃，骂不醒早死早清净。你倒坦诚。主要是编忠义之词太累。滚！是。狗老板心眼比筛子还多。主簿，这不就是贴身加班狗吗？行，刚入职就被监视，曹老板的多疑果然是原汁原味。狗老板自己不睡觉就算了，还要拖着员工一起修仙。你是乱世枭雄，我是乱世打工人，体质能一样吗？迟了半刻。回主公，路上天黑，差点被木桩绊死。若我死了，主公日后少一贤才，损失太大。你倒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主要是没人替我贴。从今日起，营中粮草账、募兵名册、附近乡里户册，皆由你协助核验。协助？就是你来做。好一个协助！这次放朝哪代都一样吃别人了。昨日被这小子当软仗张将领骂得下不来台，害我一晚上没睡好。半个时辰内算出粮草还能撑几日？这账做得乱。如何？主公想听真话还是好听话？你嘴里还有好听话？有，但贵。真话就是按账面算，够全营吃12日；按实际算，最多9天。主公明鉴，小人绝不敢贪墨，只是近日新兵增多，流民混杂，出入仓急了些，难免有误。误得挺准。你怎么看出来的？言号对不上，粮能虚报，言不好虚。主公饶命，小人只是一时糊涂，只拿了2袋，不3袋。拖出去，账30，抄没家中存粮，补入军仓。乱食粮就是命，这种人不打，留着过年。心不软，我为什么要软？他偷的是我的饭。好，你倒是分得清。主公若要我合账可以，但丑话说前面，查出一个办一个，别到时谁家亲戚谁家旧部跳出来求情，又让我背恶名。你在教我做事？没有，我在提前免责。滚！主公英明。这小子懒是真懒，滑是真滑，可眼睛大，心也够硬。来人，去把昨夜备好的东西送到李远帐里。主公，是那匣金饼和那车精粮，可那车粮是主公特意留给宗族将领和亲卫的，属下这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贪财还是贪名，又或者两样都贪。李主簿，这是主公赏赐。好家伙，刚上班第2天，老板就往我工罪塞赃物。曹老板，你钓鱼执法也太不讲究了吧？不过乱世金子比脸实在，真要跑路，够我找个偏僻地方买田买奴苟活好几年了。我的天，这够我胡吃海喝1星期了吧？新来的主簿是才升职的吧？怎么就得到重赏了呢？那是精米吧？还有肉，主公也太看重他了。收了的话，全营起码能传10个版本。奸逆姓金的帽子口下来，以后推屯田整京剧，哪有人会服我？哎，金饼烫手，粮肉更烫手啊！不过既然送来了，不薅一把都对不起这场试探。李主簿，您看，这金子太重，我德薄拿不动，劳烦2位原封不动送回主公帐中。这主公赏赐岂有退回之理啊？就说我说的，金饼各守，怕睡觉压死自己。至于这车东西，主公送到我这儿，就是让我处置，对吧？应是如此。那就好。点灶的，火头军，都过来！都听着，主公体恤弟兄们操练辛苦，特赐精米、肉食、酒水。今日午时，全营弟兄每人加1勺精米，伤兵和夜巡的多半勺肉汤。就不说主公赏当当的金帅为抬粮的弟兄们和今日寄人暖身不熏出来图了。李总部，这真是主公赏的吗？废话，记好了，吃饭前当都给主公谢恩，声音大点，别像没吃饱似的。谢主公！曹老板，你不是想试探我吗？我顺手就把试探改成团建福利，金饼退回去，显得我不贪财；粮肉分下去，还能收人心。名声归曹操，实惠落在小兵身上，人情还有1半能记我头上，完美。就是曹老板估计要心疼死喽，不过那更完美。哈哈哈！什么？他没收金饼？没收？李主簿说金饼各守，怕睡觉压死自己。哼，油嘴滑舌。不过1匣金饼不是小数，这年纪的年轻人能忍住不容易啊。那粮呢？都分了。李主簿召来火头军，说主公体恤弟兄辛苦，赐精米肉食酒水，现在全营都在谢主公仁厚。那车精粮是我咬牙留着笼络宗族亲卫的，这小子反手就给我全分了，还用我的名义分。我现在说不是我赏的，军心立刻得碎一地。认了，这亏我就得活生生咽下去。李远，好好的很，拿我的粮买他的名，还让我落个人后。这小子不贪财，但他贪得更大。主公，那我要不要把李主簿叫来训斥一番啊？训斥什么？训斥他替我收拢军心吗？还是训斥他让士卒谢我啊？算了，砸了心疼，那也是钱买的。去，把他叫来。算了，回来。叫来又能怎么样？那小子肯定一脸无辜，问就是主公赏赐，体恤士卒，替主公扬名。我都能想象他那欠揍的表情。让他把今日粮账重做一份，少1粒米，我砍他。是。
别抢啊，抢的扣半碗。伤兵先来，昨夜巡营的站左边，队伍别弄混了。你脸都睡肿了，还冒充夜巡啊？滚后面去！李主播，这真给我呀？嫌少吗？啊，不少不少。多谢主公，多谢李蒙部。谢主公就行，我就是个传话的。东西是主公的没错，可没李胜部，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底下人吃。是啊，谁真把我们当人，谁当我们是柴火，一顿饭就看明白了。味道一般，米没煮开，肉还咸，野菜也是苦的。哎，算了算了，这时候有口热的就不错了。哼，你倒是会做人。哦，本该进他们肚子的精粮飞了，看来是心里不痛快了，也正常。曹洪将军吃了吗？没吃的话可以排队。你让我排队？对啊，规矩就是规矩。主公赐食全应有份，将军想吃的话自然也有，只是伤兵、夜巡、底层士卒在前面。至于将军嘛，身体壮，饿一会儿不碍事的。李远，你别仗着主公抬举你，就不知天高地厚。将军误会了。什么误会？我一直不知天高地厚，跟主公抬不抬举没关系。这饭是主公名义赐的，我当众闹起来，倒像是对主公体恤士卒不满。哼！宗族大将就是麻烦，忠心是真的，脾气大也是真的。曹操家底一半靠他们撑着，得罪太狠不行，不得罪也不行。以后推屯田整军纪，阻力说不定就来自这帮老功臣。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活下去，再谈理想。唉，果然在哪里都逃不掉996的冒阵啊！不对，我现在哪有假期？是997啊！这字丑的简直像鸡爪刨泥。李壮不说，字虽丑，账不丑。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主公若嫌字丑，可以配2个会写字的文吏，他负责动脑，文吏负责动手，否则又要马跑又不给马吃草，这是黑心东家。黑心东拐！我堂堂曹孟德被个小族主簿骂黑心东拐，不给！明日给他拨一个文吏，告诉他不是我心疼他，是怕他那手字污了我的账册。诺。夏侯惇，曹操宗族亲信，未来独眼猛将，现在眼睛好好的，脾气估计也好不到哪去。你就是李远吧？很好，曹洪告状还挺快，白天薅曹操，下午查老吏，清晚莽夫堵门，这班上的真充实。见过夏侯将军。昨日踹主公大帐的是你吧？是我。今日擅自分了主公精粮的是你吧？也是我。当众顶撞曹洪的还是你吧？如果将军说的是排队吃饭那事儿，那确实是我。好胆！入军3日便敢辱主公，乱军规，欺宗族将领！你真以为主公不杀你，我夏侯惇也不敢动你吗？将军，你这总结不太准确。你还敢狡辩？并非狡辩，其实我昨日不是辱主公，是救主公；今日不是乱军规，是替主公收军心。至于曹洪将军，他要插队，我让他排队，这叫维护秩序。哼哼，好一张巧嘴！我倒要看看你除了嘴还有几分骨头。莽夫，讲理不听，上来就拔刀，不过千万不能露错。夏侯惇最看重军中本事，装可怜没用，越怂越被踩。大夫莽夫不一定用拳头，用他最在意的东西抽脸就行。那是夏侯惇带的兵吧？有了。怎么不说话了？是怕了吗？夏侯将军，打我之前，要不先回头看看你的兵呢？我的兵怎么了？左一空，右一乱，前排压得太深，后排跟不上。遇上步兵还好，遇上骑兵从右侧一冲，不出30息，你这队人就得散。将军要教我做人可以，不过带兵的人先把兵带明白。我本来是来教训人的，这小子一句话，怎么让我啥话都说不出口了？不行，必须狠狠教训他一番。臭小子，你再说一遍！左一空是前排老卒冲太快，新兵跟不上；右一乱是辎重车摆错位置，挡了转向路线。遇到意外，这群人全部都会散，到时候老兵能逃，新兵会被踩死。将军再勇，也只能一个人拿刀砍空气。你胡说！将军若不信，现在就让他们从右侧急转列顿阵，50西手能站稳，我给将军赔罪。传令，右转列顿。很好，现场公开处刑，放现代就是老板的亲戚找茬，却被你当众打开 PPT 展示 KPI 造假。爽是爽，就是容易被打死啊！
这事过去了吧？李远，将军还有事吗？你过来。过去做什么？整什么？整我的兵。好家伙，这莽夫还挺会顺杆爬，刚才还要砍我，现在直接让我加班。将军，我只是主簿，管账的，练兵之事非我职责。哼，方才指点的头头是道，现在却说非你职责，你这是什么意思？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回事。比如我知道主公脾气差，但我也治不好啊。你当真不怕我吗？怕，当然怕。这可是夏侯惇，乱军里杀穿的狠人，真劈下来我格挡都不会。但怕没用，军营里在宗族勉强漏血，就真成软柿子了。行了，先把辎重车挪开，别挡住转向。老兵拆开，别全堆前排。每伍放一个老兵带新兵，跑慢点也比散架强。前排不许擅自压上，谁先脱组，就谁被惩罚跑3圈。右翼选2个脚不稳的补位，转向先看齐不看人。还有，别天天喊杀声震天，嗓门大不等于能打。队形稳脚步齐，才有命活到砍人那一下。完了，本想挑他错处，结果怎么越听越有道理。来人，把刚刚李主簿的话传达过去。是。那人顿举太高挡眼，后排那个脚下别飘，打仗不是赶集，别撅来扭去。旗手站稳了，你旗乱了，全队都要跟着犯病。对，就这样，慢点儿，慢点儿不丢人，散了才丢人。这李远嘴是真毒，眼也是真毒，站帐前瞥几眼就看穿了7、8成的问题。这本事说是乡间小卒，谁信啊？等等，难道这小子是？不对劲，这小子不会是主公早年在外流的血脉吧？身份不便公开，先放军中历练，所以明着骂暗着护，怪不得这小子敢如此放肆，像啊，太像了。这莽夫的眼神怎么这么奇怪？刚才还要砍人来着，坏了，不会被我骂出什么怪癖了吧？你又做了什么？主公这话就偏心了。什么叫又？这次是夏侯将军先堵我帐门，拔刀要教我做人的。主公，李远目无尊卑，惹怒袁让也不奇怪。曹洪将军，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中午插队没插成，晚上就来添油加醋，这格局是不是太小了？你说谁格局小？谁接话说谁。李远，都闭嘴！袁让，到底怎么回事？本来是来教训人的，但这可能是主公的血脉啊。虽说嘴毒懒散欺人，但才干是真的。我刚才拔刀吓唬，会不会差点伤了自家人呢？末将原本听闻李主簿善分精良，顶撞子昌，心中不忿，便来问问。问问需要拔刀吗？我可能夏侯将军问话方式比较硬朗吧。这么阴阳怪气的语气，袁任居然忍住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李主簿方才指出末将部署操练之弊，所言皆中要害，末将亲自试了，确有其事。队列是比先前稳了不少。不对，袁让怎么突然对这小子这么客气啊？袁让，你方才说李远在帮你整兵吗？是，李长部眼力不凡，所言皆中弊处，末将不逼，确有疏漏。李远这嘴能气死人，可眼睛也毒得心惊。昨日看穿诸侯，今日查粮帐，又一眼点破夏侯惇阵型漏洞，说是乡间小卒，谁信呢？可越是不信，越要攥在手里。哼，能耐倒是不小，管账管到练兵上去了。主公误会，我只是路过，被夏侯将军强行加班。加班是什么？就是额外的差事。既然你这么会看，那以后各部操练，你也去看。主公，账还没合完，晚上合。晚上人要睡觉，你少睡一会儿也死不了。会死的。怎么死？困死。忍住，忍住。为什么我跟李远说话时，不管开头是什么，最后都能让我想砍死他？行了，明日讨论落脚之处，你也来。落脚之地？不然呢？你不是说要占不起眼的地盘，远离战火，慢慢练兵吗？如今我听你的，暂缓出兵，总得找地方安营。我可不是听你的啊，我只是顺便。造娇老板明明被说服了，还硬装施舍员工参与感，放现代的年会发言，能把全公司逼去职群。你又在心里骂我啊？没有。哼，你刚才眼神不对，主公看错了。我没瞎，那就是我的脸长得不忠诚。明日一定到，一定到，行了吧？这哪是主簿跟主公说话，分明是家中逆子顶撞亲爹的模样。主公虽然气，可半点杀意都没有。看来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实啊！贤侄，明日若要议事，今晚就早些歇着吧。啊！
将军，你刚才叫我什么？贤侄。什么玩意儿？贤侄？谁是你贤侄啊？这莽夫刚才还要砍我，怎么一转眼开始认亲了？元让，你胡叫什么？坏了，主公这是不想公开。李主簿年纪轻又有才干，末将年长几岁，称一声贤侄，勉励后进，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吧？这是啥情况啊？可是元让，你方才还要教训他。教训是教训，欣赏是欣赏。子明，你莫要心胸狭窄。我心胸狭窄？刚才我说格局小，将军还不认？你闭嘴！都滚！贤侄，日后军中若有人欺你，来找我。夏侯将军，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我懂，我懂。不是你懂什么了？你这表情不像懂，像脑补了80集家族伦理大戏啊！放心，我不会多嘴。那你倒是别用这种慈爱的眼神看我啊！主公若不即刻西进讨堵，也该择一大城立足，陈留附属，酸枣交通便利，诸侯往来皆知。我们去此等地方，方有号令之势。大城有利也有弊，兵少而成大，少备不易。可若去小县，粮草怎么来？人马又怎么来？旁人又如何看主公呢？起兵讨眼，总不能躲到乡下去种地吧？酸枣离会盟之地近，若诸侯聚兵，主公也方便进退。正是，若去酸枣，还能结交袁本初等人，借势扬名。坏了，曹老板的装夸之魂又开始燃烧了。这要是去了酸枣，这点家电不够他霍霍的。李远，你怎么看？主公怎么会如此在意这臭小子？我都说了，现在谁抢大城，谁就会先被人盯上。诸侯会盟在即，去陈留别人会盯着，去酸枣袁绍会盯着，袁术会盯着，张密会盯着，董卓的人也会盯着。咱们这点家底儿，经得起谁惦记啊？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干脆找座山当山贼算了。山贼倒不用，但可以在济邑，就是这里。己物，李远，你让主公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县啊！鸟拉不拉屎我不清楚，但人能活。主公起兵讨友，天下瞩目，你让主公躲去小县，岂不是让人笑话啊？笑话能换粮吗？主公现在要兵没兵，要粮没粮，要地盘没地盘，往大城一坐，看着威风，实则就是把自己摆上案板，任人宰割。照你这么说，我曹操便只配躲在小县了吗？不是只配，是只该。来了来了，这小子又开始作死了。主公现在最要命的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李远，主公你总觉得起兵就得轰烈烈烈，落脚就得大城高门，旁人一看，哎呀，曹孟德真英雄，真有牌面。可牌面能挡骑兵吗？牌面能让新兵不跑吗？牌面能把空粮仓填满吗？主公，咱们很穷的。你瞎说什么大实话？穷就要有穷的活法，别老想着穿锦衣做大唐。现在咱们最该干的是找个没人抢的小地方，把粮种出来，把人练出来，把坑填上。那济望有什么好的？第一，远离战火中心，董卓在西，诸侯会盟多半在酸草一带，热闹归热闹，刀也多，几伏偏一点，没人会一上来就跟咱们拼命。第二，此处是流民必经之道，青壮补兵，老弱开荒，妇女纺织做饭，只要管住秩序，流民就不是累赘，而是本钱。第三，田地，及物地虽不大，却能屯田种粮。主公若想日后打董卓争天下，先问问明年春天锅里煮什么。若以根基论，济王却比酸草稳。小县不显眼，便于积蓄。若能收拢流民，数月之后，兵粮皆可见效。可名声呢？别人都在会盟，主公窝在济望，岂不落人之后了吗？曹洪将军，你散尽家财助主公起兵，我敬你忠义。但你现在最该心疼的不是名声，是你那些钱能撑几天。名声这种东西，活着才有用，死了，别人给你写100篇檄文，你也看不见。我行了，若我去了吉信，诸侯会盟时，别人问我为何不至，又该如何？简单，就说主公正在陈路收拢义兵，安置流民，筹作粮草，为讨斗做长久之计。谁爱笑谁笑。等他们在烟草天天喝酒扯皮，主公这边兵粮翻倍的时候，到时候谁笑谁还不一定呢。你怎知诸侯会喝酒扯皮啊？因为他们都有兵有粮有地盘有小心思，真正想拿命打董卓的没几个。主公，你要记住一句话，在乱世，活得久比风光更重要。死掉的天才不如活着的庸才。好，救济由。李元，
你负责安置流民，清点田地，筹作屯田章程。主公，我只是建议。能者多劳。我不是能者，我是懒者。懒就砍。狗老板画饼都不会画，只会用砍的。砍。这破班上的真憋屈。果然鸟不拉屎。鸟拉不拉不知道，但能种粮就能活下去。哼，李远，这地方若养不出兵粮，我拿你问罪。主公放心，养不出来之前，我一定先跑。开个玩笑，活跃气氛嘛。你最好少活跃。打人了！快拦住他！大汉疯了！何人闹事？说好的当兵管饭，就给俺这一碗稀的，喂鸡呢！地上躺了8个，这也太猛了！好家伙，这动静哪是肚子饿？这是井里有头牛在翻身吧？军营重地，何人敢乱？俺来当兵，官吏说管饭，结果就给俺一碗水。俺问能不能再添，结果他骂俺是饿死鬼投胎。俺就问问，饿了要饭有错吗？夏侯将军，不是小人不给，是军中有定额，他一来就喝了3碗，还要第4碗，再给下去，后面的人吃什么？你胡说，俺才吃3碗。3碗还才啊！军中汉子饭量大的不少，可一顿3碗还没打底的，真不多见。这身板，这臂膀，这股蛮劲儿，简直是天生为战场长的。这要是收入军中，披甲执戟往阵前一站，就是一堵活城墙啊！这时力气不小啊！好汉子，既无本地，壮汉，饭量大，蛮力无双，为了第4碗粥跟人打起来，这是典韦啊！未来曹老板的快乐保安，濮阳死战救主的狠人。完了，曹老板这眼神都不对了，跟穷了半辈子，突然在垃圾堆里捡到金砖似的。不行，这个必须截胡！我现在身边连个能用的人都没有，乱世里聪明人没保镖，就像揣着金子走夜路，早晚被人摸走。你要打，可以啊！夏侯将军，先别急着打。你也是官吗？算是。那你是也要来罚俺的？罚不罚另说，先问一句，是不是没吃饱啊？废话，俺饭量大。但军中确实有定额，你一人吃3、4人份，按普通兵卒发粮肯定不够。那俺不当了就是。等，跟普通兵卒你肯定吃不饱，但跟我可以啊。从今日起，你不归招兵棚管，归我帐下。李远，你胡说什么？这等壮士自该入军中效力，岂能给你一个主簿做死水？李主簿，此人力大，可上阵杀敌，放你身边端茶送水，岂不是浪费了？就知道这群人有意见，但必须争取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典韦。果然，跟着我有3件事：第一，管饱。俺家里还有个老母，也可以管饱，每日有粮有柴，冬天有厚衣，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让他饿着。你说的是真的？有，而且你要是立了功的话，我让他顿顿吃上肉。俺自己饿一顿扛扛就过去了，可家里老娘不行。来当兵不就是想多混几口粮带回家吗？这人一句话，直接戳到俺心窝子里了。这个李远真会挑地方下手，我还想着先压一压，问清来历再收进军中。他倒好，不谈忠义，不谈前程，上来就管饱养老母，俗，太俗了。可偏偏该死的有用。典韦愿跟随李主簿。贤侄身边确实该有个护卫。军中人杂，若再有不长眼的冲撞他，有典韦在，也省得我时时照看。大哥，你可闭嘴吧，越解释越像我是曹家私生子啊！哼哼，李远，你倒是手快。主公过奖。我夸你了吗？主公刚才说我手快，这在军中算夸的。你既投了李远，便是我军中之人，军纪必须要守的，知道吗？只要给饭，俺守。现在听见饭字我就心疼，本来就缺粮，这小子前几天刚分了我的精粮肉食，现在又收了个饭桶。合着我招这主簿是专门来克我粮方的吧？若他一顿吃5人份，这粮从何处出啊？从我的俸粮里扣。就你那点主簿俸粮，养这么个壮汉，怕是自己都得喝稀。你舍得吗？舍得。你这种人会舍得？主公，人和人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啊？不能。当然，不够的部分算入护卫军需，毕竟典韦保护的是我保护的是主公脑子，4舍5入，他也在保护主公。你又绕回来，账就是这么算的。你这是强词夺理。主公若觉得不对，可以砍我。他管俺娘饭的，你不能砍他。放肆！这是主公，主公也不能随便砍管饭的人。这保镖上岗速度是挺快的，就是政治感觉倒基本为名。好，李远，你教的真好。误会，都是误会。简为刚来，不懂主公平日拔剑只是活动手腕，并不一定真砍。我什么时候拔剑？
只是活动手腕了。那您现在要真砍吗？主公，典韦中直，虽莽了些，却正可护贤侄。李主簿为军中谋士，身边有个勇士，也免得杂人。让你少说2句。主公，典韦力大，若真留在李主簿身边，未必是坏事。李主簿行事得罪人多，有护卫可省不少麻烦。什么叫得罪人多？我那是为工作牺牲社交关系，好不好？罢了，典韦暂归李远帐下。伤人之事，念其初犯，又是军需小惯辱人赃先，但营中桌椅木桩打翻的粮，照价赔偿。俺没钱，他归你了。好一个照价赔偿！曹老板这亏是半点不肯吃啊，记我账上。主公，李主簿睡了。我知道他睡了，那就明日再来。你是在教我做事吗？俺不敢，俺只是护卫。李主簿说，人睡不好，脑子会慢，脑子慢了，主公就会吃亏。好得很。李远气人也就罢了，刚收的护卫也学会拿他的话堵人了。让开！李主簿睡了。典韦，你可知我是何人啊？知道，是主公。那你为何还敢拦我？主公是要杀他吗？我半夜来找他说话，怎么就是要杀他了？那也得小声点儿，他白日忙了一天，腿都酸了。李远，曹老板半夜找人绝对没好事，不是抓加班就是谈理想，前者要命，后者更要命。职场经验告诉我，老板半夜找你谈人生，十有八九是画饼，剩下1成是背锅。不听，王八面精！李远，我知道你醒着，你若再不出来，我便让典韦去伙房领明日口粮，告诉他们从你俸粮里扣。狗老板拿工资威胁员工，古今通用是吧？主公，这个时辰鸡都没起，你倒睡得香。人类正常作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不是主公这种半夜不睡还到处吓人的异类。进去说。乱。贫穷打工人的工位，主公只能将就了。哼，谁准你做了？好嘛，深夜谈心第一步，先搞职场压迫。曹老板这套我熟。典韦那等猛士，你为何非要收在身边啊？怕死。你倒是坦白，这事儿没什么好装的。我在军中得罪的人不少，曹洪将军想揍我，夏侯将军以前想砍我，老吏们恨我查账，军需小吏恨我立规矩。哪天晚上被人套麻袋，我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哼，你也知道自己得罪人多啊。为主公办事嘛，难免牺牲个人口碑。你分我的粮，劫我的人，还好意思说是为我办事？主公，格局打开点儿。说人话。典韦跟我跟主公有区别吗？我在曹营吃主公的饭，办主公的事儿，他护我就是护住主公的脑子。李远，你觉得我曹孟德是个什么样的人？来了，老板深夜灵魂体悟，这题比公司的未来如何还阴险。说好听了是拍马屁，说难听了真拔剑。主公想听真话还是贵话呢？何为贵话？好听话比较费脑子，得加钱。真话就是主公有雄心，有胆气，有手段，也有名望。若给你足够本钱，你能做大事。这话听着顺，但现在没本钱。主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想用未来老板的排场干草台班子的事儿。你是说我寒酸吗？不是说，是事实。李远，你当真以为我敢不杀你吗？主公若真要杀我，刚才典韦拦不住，你现在坐下来问我这些，不就是因为心里也清楚吗？主公今日了己污，心里不舒服。你觉得这县小城破地偏，配不上你曹孟德的志向。继续。你看见典韦，又想到了猛将，你想收他，是因为你心里还想着打仗，想着有朝一日冲到诸侯面前，让他们看看你曹操不比袁绍差，不比袁术差。所以主公半夜来找我，不只是为了典韦。你是睡不着，你觉得憋屈，你觉得自己明明有陶冶之心，却被我按在己屋这个小地方种地、收流民、算口粮。你怕天下人笑你，你找死吗？出去，出去吧，没事的。你看我倒看得准，因为主公不难懂，把野心都写脸上了，嘴上说匡扶汉室，眼里全是想赢。那又如何？乱世之中，若无圣心，如何平贼？若无壮志，如何服社稷？我曹操散奸家财，弃官逃亡，起兵讨董，难道只是为了窝在几五算几斗米？主公，营中现在有多少粮食？主公，没钱没粮没地盘的时候谈前程，就是耍流氓。你给他们画一个大饼，说将来封侯拜将，功名富贵，听着很香，
可他们今晚回帐还是喝稀粥，明日操练还是没力气，后日若遇西凉骑兵，还是要拿命填，人是会饿的。那你说，所谓大义，便无用了？有用，大义是旗，旗要举，但旗下面得有人，人得吃饭，饭从地里来，所以现在先种地。绕来绕去还是种地。主公别嫌土，人活着靠的就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你可知我为何要去讨董？因为董卓该死，他祸乱朝纲，残暴无度，天下人共讨之，没错。但主公要记住，想杀董卓，得先活到能杀他的那天。我这一生最不缺胆气，可李远偏偏逼着我看本钱。本来是来找场子的，结果场子没找回来，反倒被拆得连台子都没剩。照你这么说，我日后若每做一事都要先问粮草，先算得失，那还有何英雄气呀？英雄气可以有，但别拿弟兄们的命替你付账。主公，真正的英雄不是冲得最快那个，是能带着最多人活下来，再把该砍的人砍了那个。李远，你说我画饼，那你给我记住，终有一日，我会让这张饼变成真的。这个人确实傲，心眼小，多疑，爱面子，脾气差，可他也真有那股劲儿。换个人被我这么怼，早就恼羞成怒了。他会生气，会破防，会半夜找麻烦，但他是真听啊。那就先从明天早饭别太稀开始。主公慢走，不送。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啊？县北道上来了大批流民，黑压压一片，看不到头。这么多人，若是冲进营的话，麻烦就大了。先列阵，稳住营门。这人也太多了吧？谁大清早嚎丧呢？粥开了没有就在喊啊啊！主公不能让他们靠近，先封营门，有人冲营就打回去，驱散可以，但不能乱杀，否则民心尽失。子熙，你说的轻巧，咱们自己才多少粮，营地都没扎稳，放他们进来，今天就得炸营。你看看那锅里煮的是什么？是水，就那点粟米，自家弟兄都吃不饱。军爷，给口吃的吧，孩子3天没进米了，我们不进营，就在外头，给口汤也行。乱世的人命还真是轻得像张纸啊！李远，你昨夜说流民是本钱，我说的是可控数量的流民。现在呢？现在是本金带着利滚利一起砸脸上了。你还有心思说怪话？这事儿是你提的，流民来了，你倒是收啊！曹洪将军，你这话就像雨下大了，怪昨夜说要打井的人。你营中还能动用多少粮食啊？回主公，按全营正常口粮还能撑8日，减半的话能撑12日。减半也不够，这些人少说几千，后面说不定还有。一开这个口，粮仓1天就空了。主公，乱世不能心软，给他们一锅粥打发走，不走就驱赶。别赶我们，后面有兵有贼，回去也是死啊！人流不让进，好强关了门，我们能去哪儿啊？他们不会给粮，就是想看我们死。只要冲进去，营里就有锅有米。列阵，敢冲营者杀！不给活路，那就抢！找死！建维，打腿别打头。杀人了！不好！都给我站住！想吃饭的站住！冲营抢粮，按军法该砍。想活可以，抢粮不行。可不抢也是死！那边有锅，有粮，有刀，也有规矩。你们想吃饭，就按我的规矩来。李远，你想干什么？救命，顺便保命。靠嘴救啊！靠你那副心疼粮的表情，肯定救不了。说说你的规矩。要吃饭就要干活换，轻装开荒，挖沟，伐木，修营。妇女做饭缝补挑种子，老人看孩子，能编草绳编草绳，能看火看火。干活的1日2顿稀粥，干得好的多半碗。老弱病幼先登记在领州，不许重复领。干活就有饭吗，军爷？俺能挖沟，俺有的是力气。以工换食，既稳民心，又免坐吃山空，妙计。可粮从哪儿来啊？春耕前田里长不出粮，中间的日子怎么撑？夏侯渊将军，你可以骑快马去周边乡里找豪族借粮。对呀，
他们粮食多，这几天我就负责粮账和工分吧。工分又是什么鬼东西？干多少活记多少分，分高的多半走粥，优先发衣，优先入新兵，分低的喝清汤，看别人吃。你倒是会拿饭吊人，因为饭最实在啊。那今日粥怎么办？现在就开仓吗？开，不打开，这群人立刻就乱。营门一破，粮仓被抢，少的就不是几袋米，是全没了。主公，舍一顿粥换几千人听令，这买卖不亏。打散了，他们就是恶风的贼；收下了，他们就是种田的民。开仓！主公，闭嘴！曹仁将军，劳你带人划外兵地界，木腊先检后稳，流民和军营不能混住。明白。贤侄，我做什么呢？又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叫贤侄，社死啊！夏侯将军，你压阵，谁敢冲营就打，谁敢抢粮也打，但别乱杀，杀多了后面不好管。放心，有我在，没人敢乱。曹仁，大家都用心干啊，干得快，晚上就多半勺粥，不许偷懒儿。今日安置流民3700余，青壮1200，初选工队800，典韦另挑壮丁236，开沟140步，修造12处，外营木栅立起半圈。效率这么高的吗？昨日整整安置了3700余流民，照这样下去，粮仓还能撑几日啊？若照昨日之法，至多5日。5日，仗还没打，董卓影子都没见，先被几千张嘴吃垮了。李主不说先稳住人，日后开荒。日后。今日锅里都快没米了，还日后？主公，不能这么吃下去了。就昨日一天，粮号就比原先多了好几倍。照这吃法，最多5日，粮仓就要见底。辽民稳住了是好事，可稳住要粮。主公，李远那套以工换食听着好，找豪族借粮也好，可压根撑不到田里长粮。眼下必须减号。如何减啊？青壮口粮减半，老弱病幼只给清汤吊命。至于外营流民的粥里掺些细沙，主公不是真让他们吃土，就是周太息总嫌不饱，掺点洗净的细沙，入口有东西，总能哄肚子的。沙子入腹，恐伤肠胃。那你说怎么办？粮仓就这么大，饿着会乱，吃着会把咱们吃死。咱军中自家士族都未必吃饱，怎能让流民吃个没完啊？粮尽了，咱们这点兵都得散。青壮口粮暂减30%，外营之粥可稀些。末将明白。愣着干什么？到啊！真到啊！曹将军的令，主公也知道，让你到你就倒，哪来这么多废话？细沙为什么搬粥锅边来？准备干什么？这是曹将军吩咐的。粮草紧张，粥里掺些沙，能减少消耗。李本部，你竟敢打我！这可是曹将军。简维，走去找主公评理。李主簿不可，主公正在议事。别挡路。李远，李远，你发什么疯？我发疯？主公，这是你默许的吗？粮草紧张，权宜之计而已，掺少许细沙撑肚子，又不是毒药。不是毒药，呵呵。曹洪将军，要不你先吃一碗啊？主公，你要省粮，可以减我的饭，减你的饭，减将领的饭。你要士卒苦，可以明说粮不够，大家一起熬。可你怎么能往流民、往士卒的粥里掺沙呀？这是粮吗？这是人吃的东西吗？李远，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营里就这么点粮，不省怎么办？你昨日收流民收得痛快，今日粮仓空了，你倒是变粮出来呀！省粮不是这么省的，你以为掺了沙他们就老实了吗？你以为饿得眼花就吃不出米和石头了吗？今日吃一口沙，明日疼死几个人，后日全外营都会传曹军把我们当气生卫，到时候青壮还给你挖沟吗？妇人还给你烧水吗？老金然还给你修篱吗？这你用脚趾迷想都不会，他们只会半夜拔木桩、抢粮仓、烧营寨，把你曹洪的脑袋当锅盖砸。你放肆！主公，克扣军粮等于自掘坟墓，掺了沙子的粥吃不出忠诚，只能吃出反贼。别碰他！典韦，你让开！不让！够了！你骂也骂了，沙也砸了，粮草不够，你怎么填啊？今日不开这个口，明日外营几千人吃什么？后日士卒吃什么？你说不能掺沙，好，那你告诉我，粮从哪里来？对，你说呀，能耐那么大，把粮变出来呀！变不出来就别在这装菩萨心肠。我不是菩萨，菩萨救人不收账，我救人讲回本。什么意思？
咱们没粮，但己物的本地豪强有。你当我没派人去借呀？一个个哭穷，说粮仓空了，门关的比城门还死。因为你是去借的，借粮不借，难道抢啊？抢了名声坏，豪强反，只会后患无穷。抢只是下等法子。完了，这小子又要出损招了。王家，己右本地大族，田多粮红，家丁也多，县中不少佃佣靠他家吃饭。哼，我知道，昨日派人去过，王进只肯拿出2袋糠打发人。2袋糠，到时候主公就不是借粮了，是替天行道，查抄奸恶。伙房不准掺沙，伙房规矩放粥，口粮可惜，不可辱人。诺，还不快去让王家送粮？愣在这儿干嘛？照常放粥。诺。积善传家，挺会给自己贴金啊。李主簿，什么时候煮粥呢？急什么？等会儿别乱喊，按我教你们的来。谁喊得好，中午多半勺粥。李主簿放心，俺哭得最响。俺年轻时给人哭丧，10里8乡都夸好。外面何人？此乃王氏庄门，闲杂人等不得喧哗。王家主，曹公安置流民，听闻王氏乃己右第一善门，祖上积德，家风仁厚，特来向王家主致谢。昨日王家虽只拿出2袋糠，但我懂，王家主不是不愿出粮，是为人低调，是行善不欲人知，是大善人都有的毛病。2袋糠都能吹成低调行善，这嘴是真能说。李支部，老夫王继昨日已向曹操说明，家中确实无粮，你今日带这些人堵我庄门，是何道理啊？王家主误会了，我不是来堵门的，我是来替王家主扬棉的。您看，牌子都写好了。老夫何时说过要倾尽家财捐粮养民了？听见没有？王大善人太谦虚了，明明有心毁家息难，却怕百姓感念太深，不肯承认。王大善人呐，您是活菩萨呀！我们3天没米下肚，听说您要开仓救命，老汉给您磕头了。谢王大善人，王家积德啊！王大善人，谢王大善人，都慌什么？来人，给我冲出去打！都给我滚！谁敢堵王家庄门，打断腿！吼什么吼？你又是什么人？竟敢在王家门前撒野？俺是李主簿的护卫。哼，曹营主簿又如何？再不滚，别怪爷爷不客气！哦，你也要谢谢王大善人啊！这憨货说话憨，下手是真狠。诸位看见了，王家护院欺压流氓，妄图阻拦王家主行善，幸亏我等及时阻止。王大善人啊，您家下人不懂您的慈悲，差点坏了您的名声啊！王大善人开恩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都愣着做什么？谢王大善人！谢王大善人，王家积德，王家主长命100岁。800世，真让这小子一张嘴薅出来了。曹将军低声下气，只借来2袋糠。这货带个哭丧队，直接搬空半个粮仓，妖孽呀！王家主，今日这事您赚了。哼，老夫出了800道粮还赚了，你脑子有毛病吧？外面几千流民饿着，王家粮仓又这么满，若不是曹营接手，3日之内饿急的人自己就会冲上门，到时候他们不会磕头，只会翻墙放火抢光粮仓。今日您出800战，换曹军记您一份功，换捞民谢您一回，换庄户不立刻恨您，这买卖不亏。孩子我给您留着，以后真想积德还能接着用。8成要出事，王家那群人最爱装死。李远这小子嘴是厉害，可粮又不是用嘴能咬出来的。你能不能坐下？主公，我是着急粮的事儿啊。主公，李主簿回来了。空手吗？非也，800道粮正在入仓。第1车速20担，第2车卖18担，第3车……你小子真把王家薅出血了啊！主公慎言，这是王大善人主动捐粮。王家真给了吗？曹洪将军不信，可以去王家门口看看，
那边还有您借不到的2袋糠。入仓，今日外营攻队多半薄粥。谢主公，谢王大善人。怎么还谢王大善人啊？主公，品牌打出去了，得持续维护。品牌又是什么鬼？这小子肯定又在说怪话。算了，有粮食就行。主公，李伯部，大事不好了！又怎么了？咱们不是要开荒种电吗？牛太少，犁也破，一具犁要2头牛拉。咱们营里能用的牛满打满算不过10几头，其中还有几头瘦的走路都打晃。照这么开下去，春耕前怕是连3成地都翻不完。可地翻不出来，求后吃什么？李主簿，你不是最能耐吗？才薅了王家，不如顺手把地也给薅开呢。犁身粗笨，原直架沉，重心歪得离谱。曹洪将军，这犁是谁造的？县里旧仓找到的，老农都这么用。难怪地翻得慢。李远，你什么意思？难不成用了几百年的犁，到你嘴里还成废物了？不是成废物，而是它本来就是垃圾。李领部，这犁虽旧，可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用的，地能翻，土能开，怎能说是垃圾呢？陈老，我不是说你手艺垃圾，我是说这东西结构垃圾。这有区别吗？你不过是个20岁的主报，难不成比劳农还懂种地的事儿？你说它不好，那你有更好的吗？有。哼，你就吹吧。我能造一种犁，1头瘦牛就能拉动，转向轻，入土深，省人力，快得多。李母部，犁地不是编草绳，土硬犁重，牛力不够，怎么可能拉得动？所以要改，直缘改曲缘，长缘改短缘，犁架重心往后调，加犁瓢调深浅，犁壁改成能翻土的型。土呢？没有。主公，你看，他根本就是给我拿木板和炭笔来，我现在画。能成。陈瘸子，你看清楚了吗？这东西真可以吗？能成。若照李晚部这图，犁身轻，转向省，入土还可调。若犁壁真能翻土，那一遍抵过去2遍。纸上画的好有什么用？造出来再说。说的对，主公，给我木匠、铁匠、旧铁片、硬木，再给陈老调30个像手脚利索的帮工。给。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负责提供思路，别人负责流汗，这才叫管理，爽。你倒是清闲。主公，这叫技术监督。哼，监督到碗里去了。人不吃饭，脑子慢。这句话你打算用一辈子？有用就行。真的做出来了。还用昨天这头瘦牛啊？就用这头。若他拉不动，你可别说牛不行。放心吧，你不行，这牛都包行的。你别你啊你的了，先看看犁吧。别硬压，犁瓢先浅一点，牛走慢些，别急。这地的味道是粮的味道，是活路的味道。李主簿，这玩意儿轻，比昨天的好用多了。废话，真一头瘦牛就拉动了。入土不浅，翻土易后，若大批打造，春耕可赶上。此物可就几无？成了，真成了。老汉种了一辈子地，造了一辈子犁，竟不知犁还能这么做。这不是一条泥沟，是万亩荒田翻开，是流民变农夫，是粮仓装满，是兵卒列阵，是我曹孟德终于不用只靠热血硬撑。完了，曹老板又要搞情绪价值了。此物若推广天下，可活民无数。主公，先推广几亿，天下太远，咱们没钱。陈将，草民在。从今日起，你带所有木匠、铁匠全力打造此犁，图纸由李远给你，材料优先供给。又要花铁？曹洪将军放心，今日花的是铁，切后收的是粮。你少来！先造10架，不够，至少30架。30？你知道要耗多少铁木吗？知道，但秋后若是能多收粮的话，得到的回报只多不少，曹洪将军也能少哭几回。李远，有没有会扶犁的、会养牛的、会修犁的？过来登记！我会扶犁，我会养牛，还有我，还有我。李远，有点意思。你们这群逃荒的人，昨日还跪着要饭，今日凭什么跟老子一样领粥，还多半少？老子跟着主公起兵时，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啃树皮。我们干了一上午活，犁是我们扛的，沟是我们挖的，你们凭什么打人？凭什么？凭老子先来的！都给我住手！完了你们！军营之中私斗，
按军法，该打！我的粮啊！你们这群混账，吃都堵不住嘴，还敢闹事！曹将军，是他们先顶撞我们老族，放屁！明明是你们抢我们粥，还骂我们逃荒狗！谁在动，打断腿！贤侄，你来的正好。都这时候了还闲职，阴魂不散是吧？李远，你看看你弄出来的好规矩，什么公分，什么多半少，现在好了，老兵不服，新兵不服，打起来了。所以曹洪将军的意思是，规矩不用管，谁嗓门大谁先吃，谁拳头硬谁多咬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他上午挖沟40步，队里第一，按规矩多半少，但他上午操练迟到，饭点抢队，还打人。你告诉我，该给谁呢？李满部，俺是跟着主公起兵的，是老族，凭什么跟这些逃荒的比工分？你上过战场吗？还没。杀过敌吗？没有。那你老在哪里？老在脸皮厚啊！李远，话虽如此，可新旧不和，军中必乱，先各打20棍，压下去再说。打完明天还打。夏侯将军，你管他们靠军棍，打得疼能安静半日，腾劲儿过去该乱还是乱，这不是练兵，而是赶羊。袁让，这你能忍？闭嘴！那你会练？会一点。你会练兵？你一个拿笔杆子的主簿，走2步都嫌累，典韦给你拎鞋，你跟我说你会练兵？曹洪将军，嘴上少说2句，能省点力气。你别扯开话题，这些都是跟着主公起兵的弟兄，操练也有日子。你不是说袁让放羊吗？行，你来练，给你300流民新兵，10天后演武，让他们跟我的300老兵比一场，输了，你以后少在军中指手画脚。怎么，不敢？子廉，10天太短。他不是能耐大吗？屈原提1夜能造，王家800担能薅，练300兵算什么？这话听着怎么像夸他？妙台，你站哪边？你要练兵？主公，我本来不想。你哪次惹事之前想过？这次是他们逼我的。主公，李远当众说袁让练兵像放羊，此事若不给个说法，军中谁还服将？曹洪，你能不能别重复？10天，你能把300流民新兵练成什么样？打赢曹洪将军的300老兵。好，你说的。木质兵器，不许真杀。怕了？不是怕，我是怕你输完还得赔抚恤。李远，立军令状。10天确实短，想把农民练成精锐不可能。古代游泳最怕的不是猛人，是桀骜不乱的人。他们瘦穷，没见过世面，但他们听话，这就够了。立，输了如何？输了，我往后1个月不睡懒觉，卯时准到主公帐中。这惩罚好，比罚粮还好。这算什么惩罚？曹洪将军，你不懂，对我来说，这比挨打狠。再加1条，输了你给曹洪当众赔礼。行，赢了呢？赢了，300新兵归我训，营中新兵操练规矩也按我来。还有呢？给我300根木矛，300面藤盾或木盾，10天内所有训练粮食不得克扣。你还要粮？兵饿着肚子练不动。哼，你是借练兵骗饭吧？对，准。你若怕输，可以现在认。末将岂会怕？想吃饱吗？没吃饭，重喊。想让外营里的娘、媳妇、孩子以后不被人踹翻饭碗吗？那就听我的。从今天起，你们不是工队，是兵。兵第一件事不是会杀人，是听令。我说站，腿断了也站；我说走，前面是泥坑也走；我说刺，前面是曹洪将军的脸也刺。李远，木矛刺，演武刺，这个人真的不气人会死。训练第一件事，站，10人为一伍，5伍一队，尾队设对头，站直，脚并拢，背挺起，眼看前，不许动。站直。军爷，俺腿抽筋。抽筋可以，你这1物晚饭少半勺。站直！你敢害俺守粥，俺晚上揍你！腿抽筋憋着。很好，连做扣饭永远好用。李母部，俺还没打，他们就听话了。因为饭比棍子疼。有道理。第二件事，左右转，全体都有。向后转，向后转。这要让我的军训教员传来，看见眼前这群人，估计能气得当场投胎回去。错一次，全武多站半炷香。所有人跟上节奏，左、右。这就是练兵，这不是赶集吗？确实怪。虽然怪，但他们开始看令了。脚乱，但眼不乱。
都在盯对头。先齐心，再齐步。李主簿练的不是武艺，是令行禁止。战这个真有用。有用，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也得听令。人一怕，腿会软。练武艺太慢，10天练不出高手，但10天能让他们养成一个念头：听令，哪怕腿软也先听令。贤侄，这话我记下了。夏侯将军，你能不能别叫贤侄？好的，贤侄。算了，毁灭吧。主公，人练完了，打工人穿越了也逃不开军训，真是天理难容。有把握？打曹洪将军的老兵够了。李远，你少嚣张！等会儿输了，别忘了给我赔礼。曹洪将军放心，等会儿你要是趴得太难看，我让他们下手轻点。你这小子一张嘴，是真能把活人气到想提前入土。主公，这不像新兵。哪里不像？太安静了。战场上最怕的不是敌人喊得响，是敌人不喊。此边今日怕要吃亏。老兵对新兵还能输？若单人斗，老兵赢。可今日不是单人斗。李主簿练的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断，阵变不散。对面太安静了，越安静我越烦。老弟兄们，今日让这些新来的看看，什么叫军中本事。记住，你们不用比他们凶，不用比他们会打，你们只要记住我的令：盾起就把盾举稳，矛刺就一起往前刺。谁乱动，不是他一个人丢饭，是全武丢饭。都听见没？谁敢害我们寿州，连我按先揍他。听见了？很好，信念这种东西太远，半勺粥比较近。一腿子，站稳了别尿，等会儿爷爷教你们怎么拿兵器。我要的就是这种气势，一冲一撞一乱，李远那套花台子就碎了。我倒要看看李远10天练出来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经得住一冲。不好！猫！退一步，晚饭没肉汤。刺！收！刺！怎么回事？往前冲啊！他们是新兵，你们怕什么？进！好，令行禁止，真练出来了。李远根本没想让这300新兵去比武艺，这群人只会3件事：举盾、刺矛、往前走。分开，从2翼夹，别傻愣着往前撞。右进，中进，刺！我想不明白，10天前被他们踹反的人，怎么忽然就能把他们按在泥里打了？停！子莲，你这老兵挺会躺啊！妙才！我什么都没说。贤侄，这练兵之法，给我一份。夏侯将军，你先把贤侄2个字戒了，我考虑考虑。好的，贤侄。算了，这病治不好。只10天，从逃荒的泥腿子，到能压着老兵打的方阵，这小子虽然嘴毒、懒散、气人，还爱好自己，可真到了要命处，从不掉链子。好一支敢战之兵！我曹孟德起兵讨董，所缺者非忠义，非胆气，而是能听令、能列阵，能随我扫平国贼的精卒。今日300新兵尚能如此，来日3000、3万又如何？我军有此等精锐，何愁董贼不灭？明日我便发兵酸枣，与天下诸侯会盟，讨伐董卓，震动天下。好董！好董！好董！
主公，咱们全军战马加起来不够10匹，其中3匹还瘦得像曹洪将军的钱袋，空有架子没多少东西。你说马就说马，扯我干什么？从济墟到山叟，路不尽，到时候天下诸侯看见曹公威风凛抵达大营，鞋底都得磨破，脚上全是血泡。您确定要这样震动天下？李远，在，你不拆我的台会死吗？不会死，但难受。我现在也很难受。主公，不能砍。我还没砍。那就好。此事回帐在议。主公明明。你闭嘴！今日演武，李远所练新兵胜。自今日起，新兵操练光程由李远拟定，夏侯惇、曹仁熟办。凡入营新卒，先学队列，后授兵器，抢粮、私斗、违令者，按新规处置。今日参演新兵，每人加半勺粥。谢主公。队列没散，喊得不错。曹洪将军是来认输的。今日算你赢。承让。哼，你别得意，老兵今日是轻敌，真上战场，未必输给你这些新兵。所以以后一起练。老兵有胆气，有力气，也比新兵敢打。但散，把他们也按新规练起来，比现在强。当然，曹洪将军要是舍不得老兵受苦，也可以继续当一群会躺的老爷兵养着。李远，你别得寸进尺。曹洪将军，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还有多少尺能让我进？有人倒霉，自己就没那么倒霉，这可能就是人心。主公，急报！说，西北30里黑风岭有山贼下山，人数500上下，皆持刀枪木弓，正往济右方向来。沿途已有村户被抢，他们扬言今晚便来劫营。好胆！区区山贼也敢惦记主公的粮！主公，末将愿率300骑，不，300步兵出击。500山贼乌合之众，正好让新兵见血，也让老兵把今日丢的脸挣回来。对，杀一批，在营门外挂几个，看谁还敢来。山贼虽散，却熟山路，若出击，须防埋伏。不能打，不能打！山贼都要抢粮了，你还不打？打仗不要钱，刀砍断了不要磨，箭射出去了不要捡，人伤了不要要，死了不要抚恤。500个壮汉从山上自己走下来，不要招募钱，不要安家费，他们甚至自带刀枪。这么懂事的免费蝼蚁，你们开口就要杀，暴殄天物啊！你管山贼叫免费劳力，不然叫义务工。哼，李远，那是山贼，抢粮杀人的山贼，不是你外营里排队领粥的流民。我知道，所以才要抓。主公，山贼这东西，杀一批只能下一阵，抓一批能干好几个月，杀了还得埋，活着能挖坑埋别人。这话听着阴损，却很有道理。那你说怎么抓？500山贼不是500只鸡？你想不死人抓500壮汉，你当自己是神仙？神仙不干这么缺德的活儿。你有法子？有。这小子只要答得这么快，就说明心里已经开始算计人了。要多少兵？不用兵。不用兵？那你拿什么抓山贼？拿饭。你是不是饿糊涂了？山贼从黑风岭下来，必经哪条路？若要来济无抢粮，必走老淮坡，那边路窄，但能通车。好，主公，给我3车粮。3车粮？你还嫌山贼惦记的不够？准备亲自送过去。对，主公，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你要把粮送给山贼，不是送，是调。山贼下山抢粮，最怕什么？怕我一枪捅死他。那是你希望他们怕，他们真正怕的是抢不到。黑风岭离济务不近，500人下山，吃喝耗费也不少。若半路看见3车精粮肉食，押车的人又不多，他们会怎么样？必抢。抢完之后呢？运回山寨，以为得手，放松戒备。对，然后我们趁夜攻山。曹洪将军，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生智？那不然呢？等他们自己倒下。简为，去找火头军要巴豆。巴豆是啥？能让人把肠子拉出来的好东西。李总部，你要给山贼吃这个？那他们挺惨。他们下山抢粮的时候，也没问流民惨不惨。有道理。这也行，好像比硬打省事。可若山贼警惕，不吃呢？所以要香，
肉要多，盐要足，最好让他们抢的时候，隔着车都能闻见味儿。肉也要。曹洪将军，钓鱼还要下饵呢，你舍不得肉，就别惦记鱼。李远说的对，可对归对，疼也是真疼。这么多肉，这么多盐，给山贼吃。他们不吃，怎么上套？少放点不行。曹洪将军，你见过鱼咸饵太香不咬饵的吗？李长部，这是巴豆粉，医公说了，这玩意儿劲儿大，平日里一点点就够通便，放多了能把人拉虚脱。好，你悠着点儿，别把人全毒死了。放心，死不了，死了还怎么干活？李长部，这个俺能吃吗？你想一路拉到黑风岭？不吃了。装车。押车的人呢？记住，你们不是去打山贼，你们是去丢粮。李壮部，丢粮也有规矩。有，第一，遇见山贼别逞强；第二，喊得越惨越好；第三，跑得越快越好；第四，兵器可以丢，命别丢。若他们跑得太假呢？那就让夏侯渊、江敌军训他们2句。妙才将军吼人，像真要砍人。都听好了，待会儿谁跑慢了被山贼追上，我不救。谁敢回头逞英雄，坏了李文部的计，我先打断他的腿。很好，现在不用演了，他们已经真怕了。出发。若山贼不抢，反而继续来攻营呢？那就守营。山贼赶了30里路，肚子空，人困马乏，再来壮营，只会更好打。这3车粮是饵，也是筛子，贪的留下，不贪的再杀。李远平日里看着懒散嘴毒，可真到敌我之分，他从不手软。乱世里，心软的人活不长。粮还有肉，山贼，快跑啊！我们抢过不少人，有哭的，有跪的，有拼命的，这么干脆把粮丢下逃命的，还真少见。曹军不过如此，弟兄们，拿粮，今晚吃饱，明日再劫曹营。肉，真有肉！快运回寨，别在这吃，万一曹军追来，搬走，回寨分。抢了！山贼把3车粮都拖回黑风岭了。他们真会吃。会。为什么这么肯定？山贼抢到肉，不吃还能供起来。你准备何时动身？入夜。带多少兵？300新兵。你疯了！那是山寨，山贼就算吃了你的东西，也未必全倒。你带一群新兵上山，出事怎么办？不带刀。不带刀。贤侄，不可托大。夏侯将军，带刀容易手痒，今晚不是去杀人，是去捆人。刀一拔，人死了，劳力就少了。若有山贼没吃呢？就吃了典韦的棍子。主公放心，俺带大棍。都听好，今晚爬山不许吵，进寨之后不许乱跑，看见躺着的先绑手，再绑脚，看到还能站的，顿队押上。典韦敲晕，谁敢抢山贼私藏的钱，抓到剁手。听李阳不令，听李阳不令。李远，主公还有吩咐？活着回来。
放心，我这么怕死，不会拿自己开玩笑。你最好是。若抓到山贼头子，留活口，问清背后有没有人。曹操果然是曹操，我看见的是山贼。曹操已经想到，会不会有人借山贼探曹营虚实？明白。这300流民真能顶用？3车粮啊！要是没抓回来，我跟他没完。子面，往好处想。怎么想？至少山贼今晚吃的挺好。妙红，你闭嘴！李主簿，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拉了？毛车，给老子让开！谁把门堵了？我不行了！李鲁部，这还用打吗？打什么？你看他那样，风大一点都能吹走。操！你是要喊还是要拉？拉！李专部，他挺诚实，绑了。军爷，等我系裤子。让他系。不系好，一会儿拖回营，臭一路。活这么大，第一次觉得敌军这么讲道理。绑紧点，别让他跑茅坑。300新兵分成3队，前队进寨控门，中队搜捕绑人，后队看押俘虏，堵住山路。不许乱喊，不许乱砍，不许抢东西。让开！我要去茅坑！站住！不让。我投降还不行吗？投降也得先绑。绑了我怎么去？给他找个桶。山贼杀人抢粮的时候，可没给百姓留体面。现在轮到他们丢人，已经很便宜了。你们曹军下作！你们抢粮杀人就不下作？有本事真刀真枪！绑！先绑手，脚踝绳留短，不能让他们迈大步，嘴不用堵，等会儿还要问话。李主簿说了，不许乱动。刀刃发黑，有股怪味儿，抹毒了，挺好。记住，山贼不是流民，他们喊投降不等于他们不咬人。记住了，单独捆，搜身，再有藏刀的打伤。诺。憋住！李鲁部已经绑了467个，后寨抓到39个，粮仓里还有12个，多米缸后面全拉虚了。继续搜，屋顶、柴堆、马棚、茅厕后面都看一遍，茅坑也看。你要是山贼头子，现在能跑哪儿？茅坑抓到了，真在茅厕后面，他还拿刀点护卫。你就是曹营那个主簿？是我。你敢不敢跟我真刀真枪打一场？单打独斗。他跟你打？我说的是你。我有护卫，为什么要自己打？无耻！你说的对。李主办，俺能敲吗？最后问一遍，贵不贵？你不跪也得趴！谁让你来打听曹营粮草的？没人。嘴硬，带回去。你不问了？回营慢慢问。你现在这个样子，万一问一半绷不住，我还嫌脏。这些东西入公库，回去后按工赏饭、赏布、赏钱，都有规矩。现在谁偷拿，点为剁手。俺剁得起。走，军爷，真走不动了。抢粮食不挺能跑？李满部，以后打仗都这么打吗？想得美。俺还以为以后都不用砍人了。能省力就省力，省不了就砍。先省力，再砍。真抓回来了，还真是用绳子抓回来的。我不是没见过胜仗，可这种仗我真没见过。没冲阵，没厮杀，没死伤，这小子到底是主簿还是山贼克星？主公，
山贼523，死2个，活捉521，缴粮300余石，兵器若干，钱财2箱。另外3车饵粮没剩多少。好，昨夜随李主报上山者，每人加1碗粥，对头加肉汤。谢主公。押入外营，分开看管。伤民杀人者，查清后斩。其余按苦役变队，修墙、挖沟、开荒。敢逃者，斩。主公，这钱入公库。曹洪将军放心，公库也姓曹。你少说2句会死。不会死，但提神。这些就是要来抢粮的山贼。呸！也有今天。我娘家村就是被山贼抢的。李主爸，山寨有几个铁匠，让他们打离壁正合适。好，山贼还是有点用的。曹洪将军，现在还想砍光吗？偶尔留活口也不是不行。锤歪了！再锤歪，今晚粥里没盐。昔日山寨大王，如今铁匠学徒，这才对。死了有什么用？脑袋挂营门上，最多渗人；活着抡锤，能打离壁。300多扇粮入仓，2箱钱财入库，旧刀旧枪堆在兵器棚，连破车轮都被拆下来当木料用。3车粮换这些，赚。就是那3车肉粥可惜了，肉啊！曹洪将军，你要实在惦记，下次给你留1碗巴豆肉粥。滚！想害俺们少粥，拍后头！这才叫过日子。先让人有饭吃，有地种，有强挡山贼，再谈天下。让开！陈留急报！这年头，能让信使跑得跟催命一样的文书不多。再看那骑士身上泥点和马鼻里喷出的白沫，显然不是寻常县文告。李主簿又要打仗？不知道。完了，曹老板又要上头。好，主公何事？原本初以传习天下，董卓废立天子，残害忠良，分功掠民，罪不容诛。关东诸州郡皆应举兵，酸枣会盟，诸侯共讨董贼。终于来了。主公，咱们起兵不就是为此？董卓逆贼，天下共愤。此时若不去，岂不让天下人小看曹氏？昔闻既至，民意已成。酸枣若聚天下兵马，却是扬名之机。我曹孟德弃官而逃，散家财谋义兵，为的便是今日。董卓欺君罔上，挟持天子，天下人人可诛。如今袁绍传檄，诸侯响应，我等岂能困守几乎，只顾田亩？枭雄并犯，这人是真不能夸。刚给他练出300像样新兵，抓了500山贼，仓里多了粮，田里有了梨，他就觉得自己又行了。传令，全军整备，3日后拔营，发兵酸枣。我曹孟德要让天下诸侯看看，陈卢曹氏绝非只会苟安之辈。诺！等等，果然打工人就是这样，刚想下班，老板又开始拍脑袋上项目。李远，你又要说什么？我说，主公先别急着带大家投胎。你再说一遍。主公先别急着带大家投胎。李远，主公不能砍，我还没砍，俺提前拦着。主公，咱们现在有多少粮？比之前多。能吃多久？按现在人头算，省着吃2个月多一点。若全军出征，路上消耗加倍；若再带流民家属转移，粮车不够；若不带家属，外营这些人一乱，己物就废。到酸枣会盟，自有盟军粮草。曹洪将军，你跟袁术很熟？不熟。那你凭什么觉得他会给你粮？就凭你长得像粮仓钥匙。我不是这个意思。诸侯会盟听着好听，
大家各怀拐胎，都在等别人先上。主公现在带全军过去，穿着破甲，赶着瘦马，牵着刚会走方阵的新兵，一头扎进酸枣。你猜诸侯看见咱们，是夸你忠义，还是笑你寒酸？可不去，天下人也会笑。去当然要去。你同意去？我同意去会盟，不同意去宋家底。济忧刚稳，田刚翻，曲园离刚造，山贼俘虏刚边苦役，300新兵刚有点样子。主公现在要全军拔营，前面的功夫全白费了。大义当前，岂能只计较这些？主公，没家底的大义，交给别人垫脚。你今日带兵去，诸侯会拍着你肩膀夸你曹孟德忠义。明日打董卓，他们让你先上；后日你兵败，他们继续喝酒。等你残兵败将逃回来，酸枣大营里还有人会说一句曹孟德真勇。然后呢？那依你之见，我曹孟德便该缩在己屋，看着天下英雄讨董。不是，去，但只能带300人。300？酸枣会盟，诸侯动辄数千上万，主公只带300人，岂不更叫人笑话？就是要让他们笑。你什么意思？主公想去酸枣，要的是名。既然要名，就得会演。咱们家底薄，这是事实。硬装阔，装不像，还容易被人当肥羊，不如装穷。装穷？对，只带300人，什么东西都用最破的，马也别骑太多，主公1匹，将领几匹，起于牵瘦马。这不是叫花子吗？妙才将军总结得好，咱们就装成叫花子去。别人问，就主公散尽家财，募兵讨董，穷得揭不开锅，给什么要什么。别人冲锋，咱们在后面摇旗呐喊，谁败，咱们跑得最快。李远，我曹孟德是去讨虎，不是去要饭。要饭怎么了？能要到粮就是本事。操饭什么？这话倒也不是没道理。主公，你若带全军去，酸枣那些人会觉得你有兵有粮，有资格被推上前线。你若只带300破烂兵去，他们只会笑你穷，就不会惦记你，只会拿你当个凑数的忠义牌子。咱们要的就是这个。藏拙示弱于外，保根基于内。贤侄此计虽不够威风，却稳。贤侄这病是真没救了。元让，你也赞同？主公，末将想打董贼，可李远说的对，己忧不能丢。若全军出征，根基空虚，一旦有变，悔之晚也。主公，钱粮刚攒起来，真全带出去，万一丢了，怪心疼的。一个个都被李远带坏了。忠义之师还没出门，先开始心疼钱了。照你说，我便穿破甲，带破兵，装穷去酸枣，让诸侯取笑。不是取笑，是狠狠取笑。主公，还咋吗？滚！主公，面子这东西，吃不饱饭的时候最不值钱。别人笑几句不掉肉，可若能换来粮草、营地、情报、诸侯虚实，就赚。等咱们己忧粮仓满了，兵练出来了，马也有了，到时候谁笑谁还不一定。我想要天下，可天下不是凭一腔热血抢来的。我现在有的东西不多，正因为不多，才不能拿去赌。好，便依你，我亲赴酸枣，只带300人。主公英明，别着急拍马屁，你跟我去。主公，己忧这边事务繁杂，离不开人。元让、妙才、子孝要随我去。李典可管账，陈将可造犁，典韦可不去。俺要跟李主簿。那你也去。好。去酸枣那地方是什么？诸侯大舞台，群雄吹牛场，袁家兄弟斗嘴窝，刘备卖惨圣地。我只是一个怕死大学生，现在又要陪曹老板出差去前线，这老板是真会压榨。主公，其实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哪里不好？早起头晕，赶路腿软，看见刀兵心慌。无妨，路上慢慢治。我还晕车。我们马不多，你走路。狠，太狠了。传令，挑300新兵随行，夏侯惇、夏侯渊、曹仁随我赴酸枣，曹洪、曹纯、李典留守己务。若我回来时己务乱了，军法处置。是，主公。至于装穷之事，你来安排。主公放心，保证诸侯看了都想给您捐2袋粮。我谢谢你。不客气。这副还能穿，为什么不用？太新。这副呢？太亮。这面盾只是裂了一道口子。很好，就它。李远，你是不是存心糟蹋东西？这叫包装。包装成什么？穷。不行，太壮。出征不骑壮马，骑什么？骑它。他跑得动吗？跑得动就行，跑太快容易显得我们有余力。兄长，我现在有点想打他。忍忍，贤侄有大谋。贤侄就算了，大谋听着更吓人。李远，你让我穿这个。主公，这副最好。哪里好？旧的有故事。什么故事？散尽家财，
讨贼无悔。再补这里，更像。滚！咱们这是去会盟，想去逃荒。李主簿说了，谁装的不像，晚饭少办手。拿着，遮掩身形。李主簿，俺像不像护卫？像打劫失败的山贼。那也挺厉害。曹公早回，李主簿早回，弟还等着您看呢。最怕这种场面了，容易让人不好意思继续摸鱼。半月前民众流离失所，如今能有饭吃，有火干，有田可盼，安稳扎根于此，正是我起兵讨伐的意义。出发！李远，这补丁是怎么回事？点睛之笔，你管这个叫点睛？对，主公散尽家财，讨董无悔，甲都补了3遍。诸侯一看，眼泪不得掉下来。我看他们会笑掉牙，笑掉牙更好，吃粮都慢，咱们能多吃2口。主公不能砍。我知道，知道就好。李远，这马真能到酸枣？能。他刚才走着走着啃草去了，说明他心态好。心态好有用吗？有用。到了酸枣大营，诸侯看见这马，才知道咱们穷的真实。李远，下次能不能别往甲上抹猪油灰？曹仁将军，泥容易掉，猪油灰粘得住。停！公孙瓒，白马一伏。好家伙，刚出门就碰见大户了。是公孙伯三。孟德，伯魁兄，孟德，你这是去酸枣会盟？正是。这哪像会盟，分明是逃难。早知道会被人取笑，朕听见依旧还是很想杀人。笑，尽管笑。你们笑得越开心，等会儿我薅你们的时候越顺手。不得无礼。孟德散家财起兵，忠义可佩，只是这兵马确实清苦了些。公孙将军说的是，我家主公为讨董贼，家财散尽，连亲卫甲胄都拿去换粮给士卒吃了，如今还能凑出300义兵，已是不易。我等虽穷，但心不穷。董贼乱政，天下共讨。我家主公就是穿破甲，骑瘦马，也要去燕岛喊这一声讨董。还算这小子会说句人话。当然，要是路上能借到几匹马，就更好了。借马？不是借，是买。公孙将军威震幽州，白马一怂名扬边塞。今日一见，果然马好，人也好。哈哈哈，孟德这位主簿倒会说话，他也只会说话。主公过奖，这是提前从曹操环那里预支的公库金饼。装穷归装穷，办公不能真穷。你们还有金？哎，最后一点压箱底的钱了。本来想留着给主公买棺材，口误，是买干粮。公孙将军，我家主公兵少马缺，聚酸阻弱全靠腿。诸侯还没见到脚底先磨没了，将军马多，不如匀给我们几匹。孟德，你真要买马？买！哈哈，好，即使孟德开口，我便匀你10匹杂马。杂马也好，能喘气儿就行。白袍银枪，少年低调，屈居人后，这绝对是赵云。这趟出差才走半天，就捡到大宝藏了。刘备啊刘备，我先替你验件货。马可以，李展部眼光不错，不过还有个小问题。不好，他一开口说有小问题，必定要出幺蛾子。何事？我们这边懂马的人少，买回去没人会照料，万一在路上马出了毛病，岂不是辜负公孙将军好意？你还想怎样？买马送个驯马兵，不过分吧？我白马一飞的骑士，骑士货物不是骑士，就那个白袍小将，看着老实，让他帮我们看几日马，到时候把马给驯好了再还。赵云，成了，果然是赵子龙，这下真捡到宝了。赵云新来不久，无亲无靠，并非我心腹主力，不过是随去照看几日马匹，无伤大雅。孟德，你这主目倒会做买卖。子罗，你随曹操走一程，照看马匹，把马驯好了，再归我营。公孙将军大气。哼。孟德，酸枣再见。届时诸侯云集，你可莫要来得太晚。自然。曹孟德还真是穷的买马都要送人照看。那小主簿也有意思，像市井衙人。赵云倒霉，摊上这活。李远在，你是不是觉得我曹孟德还不够丢人？主公，丢人是暂时的。哼，那什么是长久的？人是长久的。
此子气度沉稳，根基扎实，绝非普通驯马小兵。你看上他了？那是公孙瓒的人。现在不是在我们队里吗？只是暂借，借久了就熟了。李远，你最好别乱来。公孙瓒兵强马壮，不是王家，也不是山贼。主公放心，我是正经人。你说这话时，先把手从那匹马的鞍带上拿开。只是检查一下马具质量而已。赵兄，长乡人，常山真正，赵云，字子龙。李专辅助听过我？何止听过，你以后在长坂坡7进7出，差点把老板家的娃都刷成副本奖励。看你这气度，不像无名之辈。云不过公孙将军麾下一小卒，担不得此言。这孩子还挺谦虚，更想拐了。赵兄看我军如何？军容虽简，行止却不乱。会说话不是奉承。方才公孙将军齐队之时，贵军300人停步，立顿备矛，虽衣甲破旧，却能听令，寻常新卒做不到。真是内行看门道，别人看曹军破，只有赵云却看见了纪律。好，更该留下。他们10几日前还是流民。流民？对，额头带疤那人，前些日子差点饿死，现在能迟钝顶老兵。那边那个高个为养活老母险些现身，现在是伍长。还有后面那个，原先是山贼俘虏，查清没血债，丢去苦役干了3日，手脚还算利索，现在给我们推车。流民入营难管，是难管，所以要给饭、给活、给规矩。干活有粥，练得好有肉汤，抢粮打人挨棍，立功有赏，逃跑杀人斩，这些都是李主不定的。主公仁厚，我只是跑腿。这小子难得还得替我说话。当然，主公有时候也会上头，得有人拽着。我就知道，好话撑不过半句。你训练好力，俺今日没掉队，李班不说队里能多半少，你推车脚磨破了，你吃。虽物资缺乏，士卒却互相帮助，实属难得。赵兄，吃点。这粥也太淡了。李主簿，盐省着呢。听见没，赵兄？穷的盐都要数着下。乱世之中，能让士卒喝上热粥已不易。赵兄这话实在。李长部，为何不多带兵去酸枣？诸侯会盟，兵少易受轻视，轻视就轻视，己无得田流民不能没人管，新兵不能全带出去撞死。主公要名，我陪他去拿点名，但家底得留住。若诸侯真攻董卓，曹公只带300，岂不难立功？赵兄，你觉得诸侯真会同心攻董？到了燕族你就知道了，人多不一定能成事，有时候人越多，饭桌越乱。可董卓乱政，天下共愤，共愤是真的，共打就未必。此话刺耳，却句句属实。乱世诸侯各怀私心，这小子嘴毒归嘴毒，讲起曹营的根基，倒比谁都清楚。这眼神，跟盯着猎物别无二气。李远，主公，赵子龙是公孙瓒暂借给我等照看马匹之人，要还的。当然。你答得太快，我不信。主公多疑。哼，我多疑？你敢说你没打歪主意？没有。李主簿，你刚才不是说这白袍小将看着值钱吗？典韦在。以后我说话，你可以不用记这么清楚。可你说过，俺脑子不好，要多记。值钱。赵兄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你这样的人才放哪里都值钱。马好，能跑千里；人好，能安一方。赵兄枪法、骑术、心性都不差，若只做个送马的，那不是你亏，是用你的人眼瞎。李主簿谬赞了。不急，路还长。这是哪路兵马？旗上写曹孟德。曹操就带这点人，这甲也太破了吧！那马是不是快死了？诸位见笑，我家主公散尽钱财，穷是穷了点，忠义不缺。有粮的兄的到燕曹，可别忘了照应一二。大家都是讨董义军，帮我们就是帮大义。李远，主公，我曹孟德的脸，今日算是被你卖完了。怎么了？主公隐忍荣辱，主簿行事跳脱，但是清透，这般君臣十分少见。各路英雄汇聚于此，正是讨伐董卓、安定汉室的地方。曹孟德到了。主公，忍住，这才刚到门口，还没开要饭呢。李远，主公别急，我现在很急。他们笑得越大声，一会儿掏粮的时候越不好意思。谁说他们会掏粮？人有时候很奇怪，笑穷人可以，真看穷人饿死在自己门口，又怕坏名声。你对人心倒是看得透，主要是穷过。来者可是曹孟德早公？正是。300人，300义兵。草公忠义，诸侯营地早已分定。草公来的不巧，营冲空地不多。不多。那边还有一处，靠近污水沟，虽说偏了些，但能扎营。
我曹操受务陶董，虽兵少，也是一方义军。袁本主便是如此待客。曹公莫怪，酸草诸侯众多，大营拥挤，袁盟主日理万机，哪里顾得上每一处小营？再说，曹公只带300人，那片地足够了。袁本期昔日旧友，如今倒好，还没见面，手下人便如此折辱于我。这位兄台说的对，我家主公兵少粮少，甲破马瘦，确实不配跟诸位大军抢地方。只是有件小事，不知兄台能不能替我们传进去？何事？陈留曹孟德散尽家财，倾尽积蓄募兵讨董，家中金银换粮，衣甲换粮，马匹换粮，不辞辛苦，率300义士千里赴盟。如今到了盟军大营，连一块干地都分不到，只能住污水沟旁。诸位都是讨董义军，想必心中有大义。若天下人知道曹莫德倾家荡产来会盟，袁盟主却让他住烂泥沟，诸位脸上好看吗？你胡说什么？谁让曹公住烂泥沟了？那不是烂泥沟，那是临时营地。好，临时烂泥沟。你，袁盟主发檄文说天下义士共讨董贼，我家主公真来了。你们若觉得穷人不配讨董，那也行，我这就让人把旗子插在营门口，上面写清楚：陈留曹莫和因太穷不配入盟。你莫要乱喊，我何时说曹公不配入盟？那就是配，自然配。既然配，营地呢？粮草呢？粮草？对啊，我家主公为了讨董，穷到马都骑瘦的了。袁盟主身为盟主，难道不该体恤义士，拨点粮草？孟德，本齐兄，哈哈哈哈哈！孟德能来，绍心甚慰呀。竟清贫至此，当真倾尽所有起兵。孝完好办事，越轻视越心软，正好顺势拿下。为何让孟德在营门酒后？盟主，小人只是安排营地，一时不察。袁盟主莫怪他。你是我帐下主簿李远，李主簿方才所言，我在营内也听了几句，让盟主见笑了。见笑？你差点把我嫁成嫌贫爱富的小人。孟德忠义，天下皆知。既来酸枣，少此能慢待。来人，将东侧高地那处营棚拨给孟德。盟主，那处原本是给……东侧高地地势干燥，靠近水源，乃是大营上等驻地。本齐兄后代操愧领。袁盟主仁厚，我家主公一路还担心自己兵少粮薄，会给盟军添麻烦。如今看来，是主公小看盟主胸襟了。这番夸赞，只怕另有下文。只是我家主公散尽家财，300义士一路来得及，粮袋已空。若明日连锅都架不起来，怕是会让诸侯诬陷盟主待义士不抽。这小子是真敢要，先要营地，再要粮，而且句句不离袁盟主名声。今日不做出表态，难以平息众议。拨粮50担，草料10车。李母不嫌少？不是嫌少，是怕盟主吃亏。我吃亏？我家主公散尽家财讨董，众人皆知。盟主若只拨50担，外人不知道，还以为盟军粮草紧张，到时候诸侯心里打鼓，士气受损，岂不麻烦？李孟部所言也有几分道理，那便拨粮100担，草20车，再给曹营补帐20顶。袁盟主高义，多谢本齐兄。孟德何必如此？你我旧交，讨赌大义当前，自当同心。同心？不过互相借势演戏罢了。曹公，大耳贼终于到了。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被久闻曹公忠义之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玄德公，方才听李毛竹的家一番番言语，句句为曹公与士卒打算，备心中敬佩。冲我来了！如今天下纷乱，百姓流离，备虽身威，却长恨力薄，不能安民。见曹公麾下有李主簿这等实干之才，备心中既喜又惭。若天下多几个李主簿，百姓何至于此？玄德公过奖。备听闻曹公在济吴收流民，行屯田，不知李牧卜可否与备细说？曹仁将军，快带人去接营地，别让好地方被别人占了。大侄子说的是。李主簿公务繁忙，备不敢打扰。知道就好。诸位也看到了，
我家主公散尽家财，带300义士来酸草壕，不为富贵，只为讨董。诸位若也有多余破账，不能穿的皮甲，走不动的老马，都可送来，别嫌东西破，我曹营不挑。诸位给的不是旧物，是讨董大义的一份心。我们营里倒有几口旧锅，你傻呀？反正也是破的。多谢这位义士，敢问哪家营中，我让人去取，顺便替我家主公登册，日后讨董功劳簿上也记一笔心意。孟德一路辛苦，先去安营，晚间中军设宴为诸位接风。多谢盟主。原盟主高义，今日所赐粮草帐篷，我曹营上下必铭记在心。李想不客气，咱们真要到东西了。李远，我曹孟德今日这张脸，被你挂营门口卖了3遍、4遍，你还敢数？主公，100担粮，20车草操，20顶帐，外加路上半袋豆子，脸卖得很值。我是不是还得谢你？不客气。主公不能砍，我没砍。贤侄果然能屈能伸，兄长，这叫能屈能伸。主公屈，贤侄伸手拿粮，好像也对。这都什么理解能力？不对，粮味不对。曹公，这是袁盟主拨给贵营的粮草，请收吧。这是给人吃的粮。诸侯会盟，粮草紧张，有得吃便不错了。贵营不是不挑吗？这东西喂马，马都嫌脏。夏侯将军说笑了，诸侯会盟，粮草调度繁忙，难免有些陈粮。曹公若嫌弃，可以去袁盟主处说。李远，这粮不能收。当然不能收，但也不能退。不收不退，那怎么办？砍了这厮！李远，你又想做什么？主公，这粮是谁拨的？自然是盟中粮草调拨。我问你是谁经手拨的？粮草由后营统一分派。后营归谁管？好像是袁东道的人。袁术长着不少粮车，这下有热闹看了。懂了，曹仁将军，先把粮车留下。留下？对，简围，把车围起来，别让人动。李本部，你们既嫌粮不好，便让我们拉回去。谁说嫌不好了？这是袁公道送来的粮，是袁家4世3公的心意，是讨点大义的一份热乎情。但我们曹营穷归穷，但不能不懂礼数，必须收。不过这份大义太贵重，我曹营300破烂兵受不起。明日一早，咱们得短车送回去，要敲锣打鼓，披红挂彩，感谢袁公道毁家系难。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袁公道真仁义啊，把好粮省给诸侯，把发霉烂谷送给曹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自己平日吃得更差，咱们怎么能夺人所爱？你敢？你再说一遍。回去告诉你家管粮的人，粮我们先替袁东道看一夜，明日一早亲自送还。若他今晚想来抢，也行，记得多带点人。